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编织一款水壶套。需要的材料有5股牛奶棉和3.5毫米的钩针。首先，我们先编织底部，用的是环形起针的方式，按住线头，钩针绕线，穿过，再挂线，再穿过。这是打一个结，我们做一个短针，然后再从短针的身上再做多一个短针，这个就是长针的起立针。钩针绕线，穿过线圈，我们做一个长针。这一圈总共有12个长针，刚刚的起立针也算一针，继续钩长针。现在这边有3针了，我们用记号扣标记在第一个长针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起立针，用2个短针做成起立针。继续钩织，这一圈总共需要做12个长针。钩完12个长针过后，我们拉一下那个线头，一共2个线圈嘛，我们拉紧那个洞的那个线圈。跟它收紧，拉紧一点，然后直到把那个小洞收起来。然后我们再拉一下那个线头，整个圆圈就可以跟它收得很美了。看是没有空洞的。然后我们做一个引拔连接，把这一圈结束。把刚刚的记号扣打开，钩针穿入，挑起2个辫子，然后把刚刚的线头放在针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引拔，再做一个起立针，然后在引拔的位置，我们又再钩一个短针，记得要收线头哦。然后我们在刚刚的短针上又再钩一个短针，这个就是我们的长针起立针。钩针绕线，现在我们要做长针加针，在同一个洞眼，我们钩针插入，做多一个长针，第一个长针加针就完成了。记得钩上记号扣，在第一针上，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起立针。现在我们已经有2针了，第一圈是12针，现在第2圈每一针加1针，所以这一圈会有24针。我们在下一个洞口，钩针插入，线头放在针的上方，我们做一个长针。在同一个洞里面，我们再做另一个长针，完成了第2个长针加针，继续编织，直到把12组长针加针都做完为止。这个是正面，这个是背面。现在我们来编织最后1组长针加针。编织结束，记得要数一数有没有漏针，总共12组。然后我们跟第一针做一个引拔连接，挑起2根辫子，然后我们做一个引拔，做一个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我们做一个短针，然后在这个短针的身上，我们从这边入针，你看后面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再做多一个短针在这个上面，这就是第3圈的起立针。既然第3圈是1针加1针，所以这边我们做了1针了嘛，然后我们在下一个洞口里，我们插入2个辫子，然后在这边我们做一个长针加针，一个长针做好了，在同一个洞眼里面我们再入针，然后再做多一个长针，这样子一组加针就做好了。这边一共有3针，然后记得我们把记号扣放在我们刚刚做的第1针上。然后我们继续编织，一共要做12组，刚刚已经做了1组了，现在我们继续编织其他的11组。1针长针，然后下一个洞眼做长针加针，就这样重复这一整圈，这一圈将会有36针。现在到了最后一组长针跟长针加针，我们把它编织结束。一样，我们和第1针做引拔，插入2个辫子，我们做一个引拔连接，再做一个起立针，在同一个洞眼里面我们做一个短针，在这个短针的里面我们再做一个短针，这就是我们第4圈的长针起立针。那我们看一下，就照着自己水壶的底部的宽度，这个底部是刚刚好我的水壶的。现在我要做它的身体部分，然后我们这边是做不加不减的长针，就是每一个洞眼我们就做1个长针就行了。现在继续编织不加不减的钩长针，记得也要放上记号扣哦，在第1针上。然后我们继续编织，直到把这一整圈钩完。每一圈的最后1针结束后，我们都是用引拔连接，挑起第1针的2个辫子，就我们跟它做一个引拔，就可以结束这一圈。然后我们同样的方式，就是做重叠的2个短针来当做长针的起立针，在它身上挑起，再做多一个短针，这里就是一个长针起立针，继续做不加不减。底部呢，我们一共会重复3圈不加不减的长针。在做的时候，记得量一下自己的水壶是不是放得进去。如果大家的水壶的底部比较大的话呢，可以自行的加针。现在我们就继续编织，直到底部有了3层的高度为止。现在我们到了包身的第3圈的最后1针，跟它编织结束。然后我们做一个引拔连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花样部分。先做一个引拔，再做一个起立针，一样在同一个洞眼，我们先做一个短针，然后这边我们钩一个辫子就行，不需要钩那个短针。然后我们空一格，就是隔壁的那个洞我们不钩，我们在下一个洞里面我们钩一个长针，就这样子直接这样子钩，它就有一个小 V， 然后我们做一个辫子，然后我们在刚刚的那个长针上，我们把那个记号扣跟它放上去，这样子就是我们第1个花样，看到吗？就是第1个倒着的 V 字形，倒着的 V 字形。然后现在
我们钩针挂线，在同一个洞眼里面，我们钩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再挂线，再空一格，就在下一个洞里面，钩针插入，挂线，我们再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我们绕线一次性跟它带出，然后再做一个辫子针，然后重复刚刚的动作，同一个洞里面我们再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然后再挂线，空一格过后，在下一个洞眼里面我们再钩针插入，再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钩针上有3个线圈，一次性带过，然后再做多一个辫子针，就这样一直重复这个花样，直到这整圈钩完。现在我们到了最后一组花样，一样钩针绕线，待会放这边，我们先做一个辫子，再挂线，然后在同一个洞眼里面，我们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再挂线，空一格了过后呢，我们是在刚刚起立的那一针，看到吗？这个洞眼，钩针插入，我们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然后钩针绕线，一次性穿出3个线圈，再做一个辫子针，然后跟我们刚刚做标记的那一针，我们做一个引拔，打开记号扣，我们只是挑起里面的半根辫子就行，做一个引拔。然后注意看我下针方向哦，我们在这个大洞里面做一个短针，再做一个辫子，钩针绕线，在下一个大洞里面再做多一个长针，这样就完成了一组。第一个倒 V， 继续编织花样，先做一个辫子针，然后钩针绕线，在同一个大洞里面，我们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钩针再绕线，下针处在另一个大洞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我们绕线一次性带出，这就是第2个倒 V。然后我们在刚刚做的第1针的长针上，我们放一个记号扣。辫子针我们不放哦，我们放在那个做好的长针上，看到吗？就做一个记号。后面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做一个辫子，然后钩针绕线，在同一个大洞做未完成的长针，再挂线，在下一个大洞再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然后一直重复这个花样，就这样子。它是一个倒 V， 就是挂在另外一个倒 V 的身上，看到吗？正 V， 然后这个是倒 V。倒 V 的话呢，我们用未完成的那个长针跟它连在一起，就这样子一直重复。然后下针处都是在大洞里面，然后就是倒 V 包着倒 V 就是对了，就这样子一直编织直到结束这一圈。现在我们来编织最后一组，这边的步骤还是一样，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钩针挂线，下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的洞呢是在这个大洞里面，就是之前我们做短针的那个大洞，然后3个线圈一次性带入，然后再做一个辫子，看到吗？就是在刚刚我们做短针的那个大洞，我们做最后一针，然后做了一个辫子过后呢，我们就跟刚刚我们做记号扣的那个长针跟它做一个连接。记得我们只是挑起半根的那个辫子，这边哦，看到吗？挑起半根的辫子就好。然后我们做一个引拔，只是做一个引拔，然后我们是在下一个大洞做短针，是在大洞里面哦，不是在同一个洞，是在大洞里面，就是这里，看到吗？
这个是引拔，下一个洞我们才做短针，这边入针，做一个短针，再做一个辫子，然后钩针绕线。我们这是一个倒 V 对吗？我们包着这个倒 V， 所以在下一个大洞我们入针，做一个长针，这样子就完成了下一圈的那个倒 V。然后我们在这个长针上记得标记好记号扣。OK， 然后就是这样子，看到吗？倒 V 身上，然后做多一个辫子，然后我们继续重复那个花样，钩针绕线，在同一个洞里面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再挂线，在下一个大洞里面再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钩针上有3个线圈，一次性带入，就这样子一直重复编织同样的花样。最后一个未完成的长针是插入之前我们做短针的那个大洞里面就对了。钩针绕线，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再绕线，一次性跟它带出，做一个辫子。做一个辫子过后呢，我们才连接我们的第一圈的第一个长针，就是这里。记得我们只是挑起半边的辫子哦，就是这样子半边。现在我为大家演示换线的时候该怎么做。原本我们是直接引拔青色的线嘛，现在我们不用青色的线引拔，我换另外一个灰色的线。我们拿起灰色的线的线头，然后之前的线呢就放在钩针的上方。现在我们拿起另外一个颜色的线，然后看我的手法，钩针绕着新的颜色的线，跟它带出来，慢慢的带出来，然后旧的那个线，旧的青色线就跟它拉紧，青色的线在前面，灰色的线在后面，跟它拉紧。然后我们做一个起立针，这样子，引拔后我们做一个起立针，跟它拉紧。然后我们在下一个洞里面，下一个大洞哦，看到吗？引拔旁边的那个大洞，直接做一个短针，记得要按住线头哦，直接做一个短针，然后再做一个辫子针。挂线好后，基本上步骤是一样的，钩针挂线，在下一个大洞里面，我们再做一个长针。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我们记得要扣上那个记号扣。钩针绕线，再做一个辫子针，钩针再绕线，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在同一个大洞里面。总之，我们的线头就一直是按在针的上方就对了。就是可以起到收线的作用。钩针绕线，在下一个大洞里面再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钩针上3个线圈，绕线一次性带出，就是一个倒 V。做一个辫子针，就是一直重复这个花样，然后把这个线头收在针的上方，然后直到合适的长度，我们就跟它剪去。现在到了最后一组。钩针绕线，在同一个大洞里面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再绕线，就在我们第一针，看到吗？我们刚刚换线的那个大洞里面，就是这里，比较容易看了，对吗？就是在这个大洞里面做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3个线圈，钩针绕线一次性带出，再挂线，做一个辫子，然后就跟刚刚我们放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个引拔。挑起半根线，就这样子半边这边，然后因为我的绿色的线不够了嘛，这边我用褐色的线来代替哦，所以我的花样会比较不一样。
这边为大家演示多一次的换线。如果大家要直接做整体是一个颜色也是可以。这边用新的颜色直接引拔，我们可以选择做起立针或者是补做。刚刚上一个换线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起立针嘛，这次我没有做，我们直接在大洞里面，在大洞入针哦，我们直接做短针，就是引拔下一个大洞里面直接做短针，再做一个辫子，钩针绕线，就是包住这个大 V 在下一个大洞里面，看到吗？下一个大洞这里，线头一直都是放在针的上方，跟它整个环在一起，做多一个长针，这样子第一个大 V 就完成了。再做一个辫子，记得要放上记号扣哦。后面编织的手法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取决于大家要换线还是不要换线。我们也可以直接用一个线把整个主体勾完。然后我们现在直接快进到前面手提的部分。编织途中也记得要确保我们做出来的那个保护套是符合我们水壶的大小的，就是你可以尝试放进去测量。现在我整个主体已经编织完毕了，现在我们要做最后收尾的工作，就是把上面这个一点点的部分跟它勾完。现在我们到了花样的最后一圈，做一个辫子，然后我们直接跟第一针直接挑起2个辫子哦，看到吗？直接做一个引拔，再做一个起立针，在同一个洞，就是我们刚刚引拔的这个洞里面，我们再做短针。好，我们的短针完成了，先扣上记号扣。正常应该是每一个洞就做一个短针的嘛，可是我上面的口比较紧，所以我收了一针，我略过了一针了过后，我在另一个长针的上面做了一个短针。现在我正常钩织，在大洞里面做短针，就是围着最上面的一圈，我们就做一排整齐的短针，就是起到它一个收尾的那个动作，这样子。在大洞做一个短针，然后下一个这个落针处呢，是在那个2个长针并做1针的那个长针上面，我们下针的，就是慢慢的围着这整圈，我们做1圈的短针。然后因为我的这个水壶上面还有空位嘛，所以我就直接做了2圈的短针。普通短针收尾也是直接挑起2根辫子，然后直接做引拔，再做起立针，再做短针，一样是不加不减的短针，我们直接做完这一整圈。你不要忘记放上记号扣哦。现在我们直接做好了最后1针嘛，先做一个引拔，然后再起一个辫子，我们扣上记号扣在第一个辫子上。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做手提的部分，直接全部勾辫子，就是看大家需要怎样的长度。我这里呢是起了大概50针左右，然后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这个孔跟它对齐，然后我们从中间这边穿过，看到吗？就直接从这边穿过，就大概跟它对齐就行。然后钩针跟它绕线，绕这个线跟它穿过来对面，慢慢的穿过来，然后做一个起立针。现在我们要给这个手提加粗，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在这个辫子上直接做1排的短针，就这样子正常的勾这个辫子，你可以选择这样子做，又或者是可以选择那个辫子后面的里衫部分，因为如果你直接在里衫勾的话会比较整齐，看到吗？就是这个背后这个里衫跟
大家挑起来看一下，就是这里，就是它中间这条横的地方，看到吗？看到我勾起来的地方吗？就在这个地方入针，就是这里，中间这里，就一针接着一针。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来勾短针。一开始的里山的洞口比较小，你可以用那个缝合针把那个洞口戳大，然后才正常的编织短针。就这样子，一针接着一针，慢慢的在里山勾短针。刚刚我们做完了并指针后，我们是往回勾的短针嘛。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刚刚我们放记号扣的第一针，把这个记号扣打开，还剩下最后2个里山，我们一并跟它勾完。勾完了过后呢，我们回到了这个主体的部分，我们直接在它身上直接做一个引拔。做完短针过后，直接引拔在那个短针的上面，直接引拔在短针的上面。然后做到这边，基本上主体已经是完成了，可以选择直接断线，然后把这个线头跟它收起来。又或者我是希望这整个主体比较硬挺嘛，所以我现在会勾1圈的引拔，就像这样子。我选择不断线，直接围着这个主体身上，直接勾1圈的引拔，挑起2根辫子，这样子，一针接着一针，慢慢的勾1圈的引拔。看到吗？就像这样子，它会比较硬挺哦。然后到了这个手提部分呢，我们略过。我们先专注在这个带子身上，先勾1圈的引拔。手提我们先不勾，就我们直接略过它。这边跟它穿过来，略过那个手提带，看到吗？是略过的。慢慢的跟它把这整圈编织完毕。然后我们回到了第1圈的地方，就是一开始我们做完手提带下来的那个地方，我们已经回来这边了。然后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引拔，这整圈就编织完毕了。你看，这1圈。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往上勾手提带，直到勾到对面为止哦。直接往上勾。我在那个比较宽松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一边比较紧，一边比较松嘛。我会在那个比较松的那一边，就是在下方这边，看到吗？挑起2根辫子。继续勾引拔，这样子慢慢的一针接着一针，慢慢的勾引拔。我的浅青色的线真的是不够了，刚刚引拔到一半就没线了，所以我换了一个深青色，直接勾引拔。现在为大家演示收尾的部分，我们先把整条那个带子手提带的部分跟它整个引拔完，结束后已经没有地方再引拔下针了，对吗？然后我们选在包身的这个位置，就是引拔跟短针中间的这个位置，看到吗？引拔跟短针中间的位置，这里直接戳入针，然后钩针绕线，跟它整个带出来，直接带出来。我们可以先剪长一点的线头，然后直接整个跟它拉出来，收紧。然后剩下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些小小的线头全部跟它藏进这个包身里面，我们这个带子就会完成啦。这里我选择用缝合针，把所有这些线头跟它尽量的藏在包身里面。收尾好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拜拜。